提一个问题，伙伴们可以尝试回答：汉朝在国史领域意识形态上最大的敌人是秦朝还是项羽？如果说是项羽，那么司马迁还是如此详尽地还原了项羽的故事，包括项羽是怎么暴打自己开国皇帝刘邦的，可谓是绘声绘色，犹如再现，就确实让人殊为不解了。事据尽例，50万大军溃败，彭城一战，刘邦的战队被杀得虽水为之不流，名场面抛妻弃子。为了不影响逃跑车速，刘邦要把孩子扔下车，刘邦认怂要求和，被项羽吓破了胆子的刘邦又遇到军粮供给不上，决定向项羽低头，演员替身掩护逃跑，纪信躲在刘邦的车里，假装刘邦投降，争取时间。真刘邦呢，此时从大军合围当中逃出，名场面分我一杯羹。项羽为迫使刘邦投降，打算把刘邦老爹给煮了。刘邦呵呵一笑，表示当年反秦的时候咱俩是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现在想把你爹给烹了，记得煮熟了，别忘了分我一杯。哎呀，名场面实在是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关于开国皇帝刘邦本人，司马迁也是不遗余力的描写。年轻的时候是个混子，好酒好色，天天赊账，整天去嫂子家里蹭饭吃。起兵反秦的时候，好像就会洗脚骂人，天下全是自己团队里的几个副总裁拿下的。鸿门宴上，军师张良想方设法传递情报，司机樊哙呢，肉身猪突到项羽面前，又是吃生肉，又是高谈劳苦功高，又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满嘴顺口溜，好像要考研。而我们老刘是屁也放不出来一个，就会问咋办呢？咋办呢？仿佛是个惊慌失措的小学生。最关键的是，司马迁给项羽做的不是世家，不是列传，而是本纪，是专门写给帝王的本纪。最关键的是，项羽本纪的排序在始皇帝之后，刘邦之前。怎么的？这是暗示项羽也是帝王呗？暗示大汉江山是从项羽手里接下来的呗？除此之外，对于帝国双璧卫青、霍去病，司马迁是敬简难听地说，大将军卫青他呀，就是靠在皇帝面前装孙子起家的，天下人都埋汰他。卫家一门，卫子夫做皇后，卫青任大将军，霍去病是冠军侯，骠骑将军，刘据为皇储，太子可谓贵不可言。到了司马迁嘴里咋说的？这些都是外戚，奴颜婢膝，巴结攀附皇帝得来的地位，还把卫霍二人放到佞幸列传里面。虽然只有一句，什么意思啊？意思是古代君王旁边都有小人，我朝也有啊，要警惕啊。卫青、霍去病是专门舔皇帝的小人呐。另一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广，且李广又是李广难遇，又是射老虎，又是爱兵如子，又是名声在外，那叫一个文采斐然，妙笔成花。等写到卫霍呢，除了军功记录的像流水账一样，某年某站干了什么事儿，仿佛这一夜之间太史公的文采就无了。而且李广其人这老哥打仗，不是迷路就是被俘，要么全军覆灭，仅以身免。但是在司马迁的笔下，就变成了一个有志难伸的老英雄。说霍去病呢，说他是一个一步登天的纨绔子弟，不知道体恤士兵，估计军饷都让这小子贪污腐败了。说李广，那就是爱兵如子啊，一口吃的一口喝的都省下给士兵吃用。不光是我们，连古人都很纳闷。宋人黄震很奇怪地问，卫霍千里奔袭，大破匈奴，怎么看他们的传感觉是一钱不值呢？怎么李广多次跑肚拉稀，他的传里面还有一股子英气在呢？明朝黄纯耀就说了句公道话，说卫霍当然不是一文不值，千载之下公道自在人心，人们铭记的自然是彪炳千古的卫霍。明朝陈仁熙直接急眼了，问怎么司马迁一提到本朝开边扩土打仗，就一副死攻之样，不打仗不死人，边境能安宁吗？武帝是用了外戚卫霍，但是卫霍是凭真本事取富贵的，有什么问题吗？王夫之也激情开麦说，李广你敢不敢像卫霍一样真刀真枪的赢上几仗？非有功不得侯，这是祖宗的规矩，你赢不了，我凭啥给你封侯啊？就别搁那叭叭李广难封了，你先拿出成绩来再说吧。古人也有嘴臭的，清人李景兴说司马迁佞幸列传最后以卫霍结尾，简直就是毒笔，恶心，往人身上泼大粪。是不是很像我们如今在某些新闻或者论坛下面你来我往唇枪舌战的样子呀？其实就我本人而言，对司马迁的认识也经历了3个阶段。一开始呢，教科书从小就给我们传播太史公的故事，忍辱负重，惨遭宫刑，由勇猛坚韧的战士鲁迅先生对司马迁的不吝赞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有司马迁创造的脍炙人口的成语，如先发制人、高屋建瓴、鸿鹄之志等等。这个阶段，我想所有人都在内心深处隐隐地对他生出崇敬和敬畏之心。随后，随着对古籍和史实的掌握越来越多，一些声音逐渐传入耳中，譬如司马迁的屁股很歪，譬如司马迁对高皇帝和武皇帝各种黑，比如指着卫青、霍去病骂，譬如某某两个人在密室之谋，你司马迁时隔几十年怎么会知道？一定是他自己脑补的。最后的最后，才终于明白了，太史公本身就是一个不羁之人呐。起初，他是一个骄傲的贵族，至少是统治阶级的士人，在体制内做着不算小的官儿，偶尔可以参加大汉中央工作会议，甚至偶尔可以在大会上发言的一个职业官僚。他是一个继承父志、博学多闻、意志坚定、以修兴耻，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和思考的文人，是一个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具蓬勃生机的时期，国家昂扬开拓，君主强悍睿智，军队雄壮剽悍。他是见证时代辉煌的亲历者。司马迁或许为此感到过幸运，说过类似生逢盛世之类的话。实际一共写了14年，以受宫刑为节点，前面5年未受刑，受刑后又写了9年，因此完全不能说受刑对本书没有一点影响。身体惨遭宫刑于是让司马迁开始对帝制和封建制进行了敏感而深邃的审视。他发现国家的君主是穷兵黩武，开边翼位移的武皇榨干了天下民力财力，国家蒸蒸日上，人民却日益穷苦。封建君主制度下的皇帝为了实现自我欲望，重用酷吏，重用外戚，与民夺利，折腾不止。士大夫给他打工，鲜有善终。汉武帝一朝13位丞相老死累死在岗位上是最好的结果，被免职都得回家躲被窝里偷着乐。除此之外，其余的丞相，窦婴被斩首，李蔡自杀，庄清敌服毒自杀，赵州自杀，公孙贺父子死于狱中，刘须毛被腰斩，等等等等。武帝视部分官员完全是脏手套，用完了就扔。再加上自己因言获罪的经历，因为一句对答不满意，一个人的人生之路就会被彻底毁灭。这一切很难不让人去发出深思。帝国的权势强大到令人恐惧，君主的淫威能够屈服所有人的意志，这是对的吗？农民献出所剩无几的粮食，青年献出不值钱的生命，商人交出自己的财富，他还是不满意，还希望剥削得很，去创造更大的工业，这是对的吗？司马迁其实已经探索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底线，产生了基于类似于阶级理论般的思考。于是他决定激情开喷当权者，去为那些不明一文的倜傥非常之人著书立说。其实呀，古人早就把司马迁的这些特征给研究透了。同学们不要听得风是得雨，试图搞个大新闻，把人家批判一番，还是要学习一个。比如宋代宋贤就说，司马迁著书时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儒生了，他已经不专纯于圣人之道很久了，三教九流、滑稽无瑕，他都加以肯定。还没出汉代，就有人说司马迁是个奇男子，并且把司马迁的地位拔高到了可以跟孔子相提并论。孔子是爱义，而才思敏捷、顾盼神飞的司马迁是爱奇。除了爱奇，司马迁还离经叛道，反叛世俗。撰写前4史之2《汉书》的班彪、班固父子就看司马迁不太顺眼，说司马迁推崇黄老而轻视儒家，游侠列传降低了士的地位，却抬高了江湖草莽的地位。货殖列传号召人们崇尚权力、势力、财富，而不是甘于低贱贫穷。南朝梁刘协在《文心雕龙》里面也是类似观点，说太史公是反经。唐朝的司马真在《史记索引》里更是直接点明了，说圣人是周公孔子，周孔之教是主流意识形态。你呀，司马迁呀，说什么黄老之道，肯定底层草莽，让大家崇尚势力，你是带错特错了。苏轼更狠，直接说《史记》有罪。他说，如果说先黄老后儒家是小错的话，司马迁的大罪就是竟然还肯定了商鞅和桑弘羊这种人的历史功绩。他俩是带有功利主义的官僚，只有小人官僚才寓于功利呢，我们君子都是寓于义的。跟今天一样，有激情开喷的，就有人要替太史公说几句话了。唐代的张守节说，历史发展上就是先有道学，再有儒学，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先写黄老之道，后写儒家，有什么错？顺便说一句，有人认为在高祖本纪之前加上项羽的本纪，也是按照历史的时间顺序来的，因为整个汉朝对是项羽摧毁了秦朝持肯定意见，摧毁秦朝在先，建立大汉在后，那还是要有个先来后到的嘛。
南宋朝公武从现实出发，说汉武帝后期连年战争，兴起大狱，民生凋敝，社会言论严格管控。司马迁看到了这些，觉得独尊儒术之后，还不如崇尚黄老呢。至少黄老能解决现实主义问题。文景时期的人民可不至于饿肚子哦。我们打住到此为止了。看来无论是谁，只要涉及到本朝的事儿，那脑子里就是一笔带坏账。司马迁在论述3代以下，基本上还是有史学大家风范的。可是，一谈到本朝的事儿，那就是原地在这儿发癫。司马迁有没有问题？有，肯定有。譬如对军事领域的了解过于疏远而浅薄。譬如明显的，一谈论到本朝，尤其是高帝和武帝，那就是气不打一处来，各种黑。譬如对于爱民、仁义、规矩等过分的强调。但是，还是要说但是，司马迁作为史官，基本的史学素养还是有的。狂黑刘邦，但司马迁没有避讳高皇帝的闪光点，诸如从善如流、反应能力极强、政治领悟满分、胸怀非凡等等。看似给项羽拔得很高，但在结尾的时候却对项氏投以嗤之以鼻。项羽确实很强，但是他自恃天赋异禀，骄傲固执，性格暴躁，从来不去理解什么叫仁政，怎么去妥协，不做长期战略，不做自我反省，不团结同志，更不注重团队建设、价值观引领和利益分配这个极端重要的创业3件套，就知道整天喊打喊杀，看谁不服就要物理消灭别人，最后失败了还要说什么这是老天要亡我，而不是我自己打仗不行，这种屁话你就该死。司马迁最终给项羽定性为封建政治中最差劲之乱。看卫青霍去病很不爽，借着李广明里暗里恶心人家，但是却在另外一篇传记里面毫不吝啬地夸赞了卫青。大家可以暂停一下看这段史料。其实司马迁心底里明镜似的，他知道卫青是500年难得一遇的绝世名将，因此借他之口狠狠地夸了卫青，包括不限于卫青遇人有礼，余下有恩，治军有方，爱兵爱民，身先士卒，淡泊名利。简言之，司马迁也认为他是古之名将。说了这么多，从史料到笔法，从古人评价到文学理论，说1000道10000，我来总结一下。对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来说，古之俊杰和他们的丰功伟绩，世人当然可以评价诉说，但司马迁这里他自己有个人的一套评价标准，褒贬爱恨美丑皆出乎于天理良心。司马迁在史记的行文当中，个人情感十分浓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着基于自身立场的判断，因此审视和批判贯穿全书始终，并且毫不避讳，旗帜鲜明表达爱恨美丑。这种过于个人化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影响他的判断。他对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报以同情和惋惜，如孔子偶尔作春秋，项羽百战身死国灭，李广终生难封侯等等。他对人世间的那些功业不朽的神报以冷眼旁观，甚至嘲讽。商鞅是天资刻薄的人，始皇帝长得尖嘴猴腮，高皇帝是个地痞流氓，汉武帝刻薄寡恩，穷兵黩武，卫青霍去病是走裙带关系的外戚等等。他对那些不符合圣王教化、品行不足以垂范后世、功绩完全不够彪炳史册的倜傥之人和非常之事，也丝毫没有偏见，都录入到了史记当中，如滑稽、日者、霍直、游侠诸传。如主席都夸赞过的农民起义代表陈胜，盗贼头子道直原为楚国大盗，后摇身一变成为最早开发云南的滇王庄丘等等。他写书既想要记录事实，又想要直抒内心，还想要针砭时弊，更想流芳百世，这些都无可厚非。事实上，他的这4个想法在2000年后的今天可谓是全部都实现了。多读2遍报任安书，我们就能理解他了。最后开个玩笑，轻松一下。司马迁触怒汉武帝之后，只有3个选择：死亡、宫刑、交50万罚款。因为是搞文字工作的，除了工资就没啥钱了，所以为了理想，无奈的选择了宫刑。这说明了什么呀，朋友们？还是要努力挣钱呢。